凉风有心却无边，前女友又来与你相会啦！今天的内容超级简单的是成年女性的动画时间，也叫大妹子的动画时间。这个番短小精悍，只有4集，却在每集讲述出了一位女性的故事，刻画她们人生的酸与甜。第1集的故事叫做《划过河面的风》，讲的是妹子嫁给富豪前，心中不舍初恋甜，婚前出轨尝尝甜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吧。时隔5年，菜菜回国了，与她同行的还有年幼的儿子。遥想当初，她为了逃离小城，特意考了东京的大学，还不顾父母的想法，执意留在了东京工作。工作之后，菜菜就和同事结婚了，并搬到了美国生活。谁知道喜事接踵而至，她怀孕了。眨眼间儿子长大了，曾经不甘平凡的菜菜也回到了家乡探望父母。家里的摆设10年如一日，爸爸也一如往常在自己的小店里沉默地做着点心。菜菜从小就崇拜他，可以把小小的面团捏成各种精美的模样。在菜菜的记忆里，有一个男孩拥有和爸爸一样的沉默，以及同样的带有魔力的双手。他站在院子里，在树叶摆动的影子中放任思绪飘荡到过去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菜菜还是个孩子，像很多女生一样，想拥有名牌衣服和包包，还有人人向往的高富帅。在菜菜心中，姐姐聪明又漂亮，绝对算得上是榜样，而优秀如姐姐竟然也选择了留在家乡里，升学就业，结婚生子，成为平凡的女人，度过无聊的人生。在看见姐姐的样子之后，菜菜就更加努力了，她可不想活成这样，肉眼可见的变得平庸。天与地自由广阔，飞得远才是真相。进高中前的那个夏天，蝉鸣声阵阵，菜菜也来到了爸爸工作的店里打工。这时的她天真可爱，还戴着绿帽子，谁又能猜到她最后会给别人戴绿帽子呢？爸爸有个徒弟叫做小夫，他也是菜菜的初中同学，只不过2人并不熟。小夫的脖子超绝，和他脖子一样绝的还有店里阿姨的妆容。不得不说，这2处画风有点崩呀。店里的阿姨闲来无事，总拿这俩小年轻开玩笑，人家越害羞吧，他就越愉快，笑里都透着八婆的气息。小夫在福利机构长大，没有钱继续读书，所以才会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了辍学，成为了点心店里的学徒，也算是另找出路。菜菜看他总没什么表情，还以为他是个面瘫嘞。谁知道某天下班时，小夫发现自己做的点心被客人采购一空后，居然罕见的笑了。虽说是笑，可是在菜菜看来，那也不过是一个很内敛的抿嘴。之后的日子，2人依然没什么交集，直到菜菜升到了高3，变成了大姑娘，小夫还是老样子，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。他不会去讨好别人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和成长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夫做出来的点心也在日趋成熟。菜菜的目光经常不经意地看向小夫，尤其是他灵活的双手，总像是在散发着魅力，牢牢地吸引着菜菜，让他难以控制来自身体深处的悸动。原来这厮是个手控呀！时间渐渐地淌过，菜菜要去东京上学了，她的打工生涯也到了最后一天。原以为今天又是老样子，哪料到小夫竟然主动邀请菜菜品尝新品百合糕。接过盘子的时候，菜菜的手不小心碰到了小夫，虽然菜菜立刻收了回来，但是那触感犹如蜻蜓点水一般，在她的心里泛起了涟漪。百合糕很好吃，菜菜呜嗷呜嗷的全吞了，还一本满足的笑弯了眼睛。见他这副模样，小夫也不好意思的转过了脸，这是来自少年人的自豪与羞涩。晚风习习，划过河面的风，都饱含春的气息。少男少女结伴回家，小夫已经知道菜菜要去东京读书的消息，但是习惯了寡言的他并不知道怎么来找话题。2人短暂的同行，也很快迎来了分离。他们没想到再见面也是多年以后。此时菜菜已经准备结婚了，她是为了尽尽孝道，才会在婚前3个月回小城的娘家生活。菜菜与小夫在街头相遇，曾经的男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店面，在当老板的日子里，他学会了微笑，也懂得了待人之道。见他变化这么大，菜菜有种难言的失落，就提出要尝尝百合糕。然而那种团子小夫早就不做了，他拿了种叫做锦玉的点心给菜菜品尝。接盘子的时候，菜菜又碰到了对方，和原来的巧合不同，这次是故意的瘙痒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，搞得小夫愣愣的。回到家后，菜菜轻轻吃下了小点心，脑里却闪过了男人揉面团的手，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深处的躁动，冒着雨去找到了小夫。这简单直接的发言吓得我当场无语凝噎。可是小夫竟然并不意外，他把菜菜带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在一片黑暗之中进行了爱的那啥。激情过后，菜菜想要偷偷离开，这样装睡的小夫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他抱住了这个坏女人，这个使他魂牵梦绕不想再放手的女人。菜菜怎么会愿意呢？相爱固然重要，可比起爱情，生活对她更重要。她努力了这么久，就是想脱离这个落后的世界，摆脱和姐姐一样的人生轨迹。可婚后的生活却不如想象中如意。菜菜和丈夫去了美国，生活上的不习惯，还有对陌生环境的不安，使得夫妻间的关心渐渐消失，化为不见。丈夫也发生了改变，只知道沉迷工作和美色，缠别的女人的身子。他对此毫无办法，即便将所有的视线放到儿子和食物上，每到夜里，菜菜都会偷偷的爬下床，去冰箱和厨房里感受世间美好的滋味。
长时间的压抑和饮食不当让她患了暴食症，暴饮暴食后再疯狂的呕吐成为她的日常。丈夫可能也注意到了她的异常，不过他对此事的反应就是毫无反应。寡淡的夫妻生活让菜菜产生了质疑，明明现在的她学历优秀，结婚生子，还出国移民了，已经得到了梦想中的一切，为啥还是感觉空虚寂寞冷呢？即便如今返乡探亲，丈夫依旧不在身旁，或许这段婚姻是时候做出了断了。菜菜想起年轻时的初恋，遂带上儿子登门拜访，时光荏苒，连小夫都拥有了1岁的女儿。他把全家福放在桌上，妻子的身影和菜菜的身影缓缓重合，他苦等3年无果，只好另觅良人。一番叙旧下来，菜菜由内而外的感到失落。她想起了一句话：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所以当小夫询问他儿子年龄的时候，菜菜迅速的回答到3岁了。分别前，小夫送了一袋锦玉给他，还特地关心了他一下他最近的状况。菜菜握着儿子的手紧了又紧，最后才微笑着说了一句：一切都好。只有他自己明白生活究竟有多难熬。如果当初答应小夫选择留下来，是否结局会不同呢？可惜的是，人生没有如果，菜菜也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了，因为一切都是他亲自做出的抉择。夕阳西下，天边晚霞，儿子想起刚才的事，认真仔细地纠正了菜菜的错误。妈妈，我不是3岁，是4岁哦。菜菜当然知道，他就是故意说错的，因为眼前的娃就是他和小夫爱的结晶，拥有着他的脸已经和小夫一样秀美纤细的手指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菜菜曾经有机会获得爱，那带着告白意义的百合团子是小夫没有说出口的年少欢喜，那晚暧昧的拥抱缠绵也是小夫唯一能吐出的挽留。奈何菜菜不满足，她想要的太多了，却又不能兼得。她厌恶永远祥和平淡的家乡，也害怕未来丈夫非常的木讷。对于她来说，离开才是成全。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要为行为负责。即便现任丈夫并不关心家庭，那也不是菜菜婚前做错事的借口。不仅给人家戴绿帽，还花了他的钱养别人的儿子。做错事后最没用的行为就是幻想如果，还有不断的后悔和抱怨。没有人能不求回报的等你，就算是他的性格沉默忠厚，也不能成为被辜负的缘由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老子爱你。